家好，我是木木西。说到口袋相机呢，理光 GR 系列是我一直会随身携带在身边的相机。自从我18年的时候入了 GR2开始，不管是和朋友出去旅行出游，还是有拍摄工作，我都会随身把它揣在我的口袋里，或者是放在包包里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手里还有另外一台，噔噔，是不是外观上很相似呢？其实在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这台是理光最近新发的 GR3X， 一台搭载了40毫米焦段的 GR 相机。因为我自己平时是拍摄人像比较多嘛，所以我觉得40这个焦段确实是更加深得我心了。用惯了之前28毫米的 GR， 究竟40会在视角上有怎样的不同呢？在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约了我们的模特依依，一起在上海的街头边逛边拍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就和我们一起来拍照吧。拍到眼神，再拍一点特写。就刚刚那样正正的就好了。对 ，OK。从拍摄人像的角度来说呢，40毫米的 GR 确实更能突出我们拍摄人物的主体。像28毫米，其实它略带一点小广角嘛，相对来说会有一点拉伸感，其实还蛮适合拍摄人物的全身照的。新增的人眼对焦功能呢，确实会一定程度上提高我们对焦的精度。使用下来，我感觉以后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又多了一个选择了。GR 系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直出色调嘛。我们拍摄的那天其实是个大阴天，太阳时有时无的，所以我就索性把它的白平衡设置成了阴天自动模式，然后搭配上机内自带最百搭的那个正片滤镜，直出的色调还是挺稳的。拍着拍着呢，天色就暗下来了。我们在拍摄夜景人像的时候，还是非常需要借助补光设备来进行的。这里呢，就不得不提到我对 GR 系列最大的期待就是，其实我感觉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和我是一样的想法。之前有用过 GR2 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机内直闪搭配上滤镜直出的色调真的太香了。不过 GR3X 还是延续了整个 GR3 系列的外观设计，所以我还是用了外接的闪光灯设备来进行补光。那我们来一起看看效果吧。
GR3X 之后，我在拍摄人像的时候，会不自觉的去多拍很多特写照和怼脸照。像我之前用28的时候，因为它的镜头更广嘛，我觉得更适合去拍摄一些环境人像。像我之前被收录进 Vogue Italian 的那张用 GR3 拍摄的照片，它从构图上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景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人，然后整个我觉得是更能拍出那种氛围感和意境感的照片。总的来说呢，在拍摄人像方面，我体验下来感觉 GR3X 还是可圈可点的。首先呢是40毫米这个标准焦段，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焦距。像我自己最开始拍人像就是用小痰盂比较多嘛，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焦段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它在拍人的时候搭配上2.8的光圈，其实拍出来的景深虚化效果要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其实呢，我这几天不但用 GR3X 去体验了拍摄人像的感受，还用它去街上扫了扫街。毕竟 GR 系列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为街拍而生的嘛，包括它体积的小巧轻便，还有直出的色调，包括它里面内置的快拍模式，都是一台非常完美的扫街利器。之前很多人大家对它的印象也是街拍神器嘛。This must be LA. Tired and lonely, with no real place to stay. Is this the future? And where I'm gonna be? Last night. 同时呢，我作为一名女生用户来看 GR 的这些优点，其实也非常符合我们女生拍照的需求。而且它现在又多了40的这么一个焦段选择，我觉得对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像摄影师，还有喜欢用拍照记录生活的人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使用下来呢，40毫米的 GR3X 更能突出我们拍摄的主体，不管是拍摄人像也好，还是拍摄街拍也好。而原本28毫米的焦段呢，由于它囊括的内容更多，其实更适合去表现画面的故事感和氛围感，更方便我们去作为日常记录去使用吧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